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deWorks 的小江老师。那今天呢，又到了我们疯狂模型师的这个单元。那这个单元呢，以往我们都是介绍一些不同工作室的人，可是这一集呢，我们非常的特别，要介绍一位跟 MAD 起源有非常大关系的一个学长。就是我的师傅冰人。当时呢，我们的认识的状况非常的有趣，就是我们桌面上有一盒这个已经发霉的哈萨布雅，还要不傻准。你看这个我都快要不敢摸了。这个打开的时候啊，你看这盒面上啊，已经满的灰尘。然后呢，这个说明书，哎呦，已经有轻微的霉菌。等一下我们拍完的时候要拿去把它洗一洗。不过这个真的很有趣。因为我以前不会做模型嘛，然后可是还是买了这个摩托车，以前叔叔送的，然后就买喷罐乱喷啊，乱涂啊。我到了屏科大以后啊，就去那个群主问说，请问屏科大有模型社吗？结果我师傅病人就说学校没有模型社，但是呢，我有在做模型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找我。我们可以聊一下怎么做。结果为什么这个摩托车会烂尾呢？因为我去找我师傅冰人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对制作摩托车没有什么兴趣跟概念，但是呢，他就拿出了一个东西给我看，然后呢，我看了那个东西以后，就决定先把这一盒收起来，就开始制作那个东西。那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没有错，就是它。没有错，明明是去学制作摩托车。结果呢，我师傅冰人他就给我看，他说我都是做这个系列的，这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叫做钢弹 ，GUNDAN。那个时候我一开始看到，哇，这上面还有光影涂装呢。他那时候还做了一个动作，那我现在不敢做，所以我请他来重现当时那个动作。为什么我会入坑？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师傅冰人登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人。对，真的讲话冷冰冰。我当时去学制作模型的时候啊，你不是做了一个动作吗？你再把那个动作做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，20年了，我有点忘记它到底是怎么拆的了。好像是这样吧？对。哦，对，我那时候就是看到，我靠，这什么机器人还可以分开？那分离，我觉得第一步分离，我觉得还好。第二步就这边就厉害了，他身体里面居然可以抽出一台飞机，到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叫做核心战斗机，有没有？看超帅的，这是最初的感动，哇！你看变完了，超帅的，当时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样，这个震撼了我，非常让人怀念。没想到他还活着。那时候看完这个以后啊。然后你就跟我说，你拿那个去练习 RS782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喷笔，印象非常的深刻。那时候我第一次用喷笔，然后拿一罐漆起来，然后漆是溶剂在上面嘛，然后颜料在下面嘛，然后就直接倒进去，然后就开始喷，喷出来都是透明的。我们那时候做就决定做代工嘛，对，代工，对，因为我想说，我们都大学生赚点零用钱，然后就要帮工作室取一个名字，然后这就是 MAD 名字的由来。那个时候 MadeWorks 的这个名字呢，就好几年前了，10几年前，差不多20年，快20年前就有 MadeWorks 的这个名字。那时候我们两个在做代工，然后我们代工那个时候不知道行情哦。这样子一支代工啊，才收3000块，超夸张。我们一抛到露天拍卖，大家看到哇，3000，机打磨、上色、水贴墨线、光影涂装，一上去3年满单。更夸张的时候，那时候 GK 啊，他们拿2套 GK 当工资，就是我代工1套 GK， 你只要给我2套 GK 一样的，我们就帮你。全机打磨、收缩、不收缩、打桩，全部都有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后来你也做那个 HJ 的作例嘛？对。好，那这个第一台作品我们先收起来。好，然后来看你当时帮 HJ 做的一些作例。那这一台呢，就是我师傅冰人帮 Hobby Japan 做的一个作例，你就帮我们介绍一下做了哪些的
处理？那这一台呢，它本体是卡版 R78，最主要的就是多了很多刻线，主要特别可能就是在于说这次的它的一个背包，它的推进背包是我自制的，用胶板叠的，对，胶板叠出来的。然后这个背包其实是参考吉姆狙击型的，然后手臂上面给它多了一门炮，然后这整个这样做起来别有一番风味，特别的帅，而且。在那个年代啊，刻线就这么细腻的人很少，这些刻线的转折啊都没有不康啊，然后都没有瑕疵。我师傅他比较低调，他都平常都也不会上网宣传他做了什么啊，然后哈啤酒片上了，他也跟没上一样，都没感觉这样。像我做了什么，我一定会跟大家讲，但是你做了什么，你就比较低调。可是实际上，你可以在这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功夫。接下来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后来你怎么都跑去玩坦克？就觉得坦克特别的好玩，特别的好玩。对，玩起来可以很放得开，在操作的时候，可以比较放飞自我，比较随性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对，又不会说像刻线有时候我们在那边做对称。那另外一方面觉得说坦克做起来，可以算是另外一番风味。像我们在处理细节上面的话，比例模型上面有更多现成的素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坦克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一个套件本体它是 Puppy Boss 的 T50轻战车，二战苏联的 T50轻战车。战车其实你一般分类很简单，就是上面就是炮塔，这个比较粗的就是主炮，对，旁边还会有一门机枪，作为同轴机枪。对，它通常是拿来作为主炮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辅助的瞄准。对，然后炮塔上面你可以看到凸出来的这个叫指挥塔，车长在这边，常常有一个人头会朝那边。对，就是车长在这边。然后二战的苏联系的战车通常一个特色，它就是它炮塔会特别在前面，因为它的引擎在后面，跟它的变速箱都在后面，齿轮的轮子是在后面的，它是引擎在后面，然后变速箱也在后面，所以它炮塔会往前挤。那它起步的时候跳口链吗？下面这个我们统称为行走部嘛，履带加上轮组，这个履带是一片一片拼着，一片一片，对，这个履带是一片一片拼着，金属的还是这是塑胶的，塑胶的，对，所以它不能动。可是这样就很有质感嘞。这样一套坦克的套件要多少钱？这一个会2.8吧，500-600可以做到那么细哦。那结构看完了，那你还有带别台吗？有，还有另外一台。那我们也把它一起摆出来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这台也长得好特别哦，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。坦克这一台是套件是田宫的 BT7，然后田宫的一个特色就是好做、轻松愉快的一个制作体验。这个我去做阿摩头的时候有用到，就是那个雕头的。对。这个就10颗片的嘛。对，这个是10颗片，这是田宫比较少数几台里面有附10颗片的。对，田宫的特色就是它的细节部分，都会做的蛮精细的。算蛮立体的，我相信观众一定很好奇，这上面看起来就是有一些好像风吹雨淋，然后实际去战争的那种效果啊。那你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你引用了哪些旧化处理的方法，好不好？一般来说，在正式进行旧化之前，像这种单色的战车，我会在上面做出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算高光堆叠吧，对比可能会拉得比较大一点，然后之后再配上我有些油画颜料进行几次的滤镜。对，然后会用一些旧化颜料去做一些它的细节上面的一些修饰啊，例如一些各种污渍啊，像这里是有一些掉漆。对，掉漆的话，我一般来讲我还是直接用海绵，然后留痕之类的，就是用旧化颜料下去做处理。再来就是我比较普遍就是会在底盘的地方沾上很多的土。哇塞！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厉害。做坦克你会花很大的时间再去做旧化。对，因为像这2台，其实我都没怎么改。可是很漂亮，很有质感。对，像特别田宫这一台，你要做到它可以上色很快，那可能2-3天就可以做得出来。是啊，后面上色旧化处理可以做可以做上1个多礼拜、2礼拜都有可能。我觉得我不能再看下去。那才看下去怎么样？再看下去，突然觉得，等一下直接开箱做起来。对，开。我觉得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必须要透过作者，或者是说有人在旁边跟你说他做了什么，你才会发现说，原来这个小小的焊接痕是我们这样咚弄出来，然后这些斑驳、这些旧化，然后是我们怎么样弄出来，然后每一个位置叫做什么结构。然后透过人家的介绍，你就更清楚原来你在看什么。不然我以前在看这个坦克，我就走过去，战车。这2台不是一样吗？战车啊，为什么都这样脏脏的，好奇怪。每个人做出来的战车怎么都是脏的？掉到水沟里面。我们应该说他们的旧化是有层次的，
有不同的效果，有逻辑的，对，有逻辑的，而不是我们走过去就是坦克，然后走了。啊，不然这样子啦，你来教我们几招旧化技巧好了。你示范一下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进入 ice time 冰冻结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教学，先用这个炮塔做简单的示范。目前先做第一步，就是油画颜料来做滤镜的处理。油画颜料的话，它可以用很多种颜色，然后在不同的区域让它产生不同的一些色泽的变化。油画颜料可以根据你想要的一些光影变化色泽，去局部的改变某一些区域的色调。好，然后再来在油画颜料它可能有点半干的时候，看哪些地方太浓的，你就把它刷淡，让它残留少量的颜料在表面，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它的色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不同的颜色呢，可以铺在不同的部位，例如说白色，你可以拿来再让亮处更明亮，或者制造一些褪色的效果。以我自己的做法来说，颜色越浅的，我会让它越大面积的，可以越大面积去覆盖。白色的话就可以比较大胆一点的，把很多平面都可以去比较豪迈一点的去用。黄色的效果其实也类似，但主要是增添另外一些色泽，我们可以铺一些在那个交界处。重点就是颜料都是很薄的铺在上面。对，当然不能指望说什么你第一次旧画就可以做得很漂亮。那毕竟就是有些东西你是需要经验去累积。然后滤镜它本身就是透过不断的那个颜料去堆叠，然后让它表面的色泽去发生改变，所以可以看到那个色泽会随着我用不同的颜料使用之后，它都会有不同的变化。好，再来就进到那个所谓的 wash 的那个步骤。然后在这一部分里面，可以同时完成就是一些初步的物质垂流，然后表面物质的感觉，跟比大家做钢普拉的话就比较熟悉的入墨线的效果，大概都会在这一步完成。这个一开始可以从比较直接大面积的去铺，然后大面积的让它罩上一层那种有点脏污的感觉，但是不要太厚。然后颜料稀一点，它可以让它有一些它的颜料会自动去流到一些比较凹陷的地方。刚刚已经上完了这个 wash 的颜料了，然后再来就是在战车上面清理墨线的方法。我不用棉花棒，我们直接用笔。那这些地方你会看到很多那个大块的颜料，容易堆积的一些凹陷处，把它去那边扫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也记得要比较勤的去清理你的画笔，就是把它抹掉，这边不太均匀的，上面是抹一抹。哇塞！哇塞，什么还没做完呢？透过冰人老师呢，先用一些基础的一些技法，然后做了 filter 跟 wash 不断的堆叠，已经变得更有层次了。但是因为后面的技法还太多，所以我们决定下一次冰人老师再过来，我们再请他拍后面的部分。最主要是拆越多集，我们可以一起喝啤酒的时间就越多。哇！突然觉得钢弹如果把这些技法用过来也会很帅耶。对，钢弹的话其实也是都可以用。对，可是主要重点在于钢弹它是一个面比较多，对，它有很多面，然后很多种不同颜色，所以在旧画上面可能就相对于坦克战车来说，它更需要你去规划。对，甚至是说包含了我现在用的打火机油、石头油，对，它如果渗到关节里面去，可能会裂开。不过我觉得今天这样子也已经内容相当的丰富了，大家了解到MAD 为什么叫 MAD， 然后也看到我们曾经做了一台3000块的代工。对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必须慢慢的把代工的行情调正，那个才是一个正常人活得下去的一个行情。不然那个真的是连赚零用钱都对，赚零用钱够，因为你就没有时间去花钱了。
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了，因为内容太多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熬夜加班，把这个赶到一样的阶段。对对对，你熬夜，我加班，对不对？你熬夜，你加班，你加班，好了，好，这一集就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